各位同学，国际地缘政治又大地震了。叙利亚叛军仅仅12天，用皮卡加火箭炮就打垮了54年的强人阿萨德政权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叙利亚位处中东地缘的关键位置它坐落在伊朗的10月新月的交通枢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呢，它是俄罗斯在地中海最重要的海空基地所以阿萨德政权这一倒相当于俄国、伊朗整个地缘布局的重挫。而背后支持叛军的沙姆解放组织土耳其这次确实是赢麻了，HTS 未来成为土耳其的附庸国至于以色列跟美国呢，则趁机扩大了彼此在叙利亚的领地，可以说是妥妥的第二赢家。小阿萨德政权他过去撑过了阿拉伯之春10几年的内战，还重新被阿拉伯国家联盟给接受，甚至总统夫妇还到了中国参加亚运，受到习近平高规格的接待，还让他在中国互联网上火红了一把。怎么就直接垮了呢？4个字：人心散了对比他的父亲老阿萨德，小阿萨德的手腕确实相当的不行而且他就是富家公子哥，他的老婆也是出身英国的上流社会的叙利亚人，所以生活奢华，光是他的豪车就有40几辆。但是叙利亚2300万的国民竟然有700万人在外逃奔所以可见这对比是水深火热。而且呢，他又只重用自己出身占15%的阿拉维派，军队里95%都是阿拉维派的人，这样子利益分配不均，国家越打越穷，最后终至崩溃目前看起来，反对派的沙姆解放阵线已经宣布掌管了首都大马士革。另外，号称出身自极端伊斯兰的首领朱拉尼，他竟然承诺容忍各教派，大家爱干啥干啥，你拜教堂，你上什叶派，我上逊尼派，通通都可以。可见其企图心不是只是做一个反对者，而是做一个执政者。所以，如果往好的发展，有可能像阿富汗塔利班一样，慢慢的转型成治理型的政权。这样的话，就是叙利亚人的福气。如果不是的话，血腥内战就会非常的严重目前原总理加拉里已经同意和平来交权了，所以目前叙利亚局势虽然仍有零星的冲突那大致和平，不过稳定也十分不稳定。只要各派利益没有分妥，再次大规模内战也不是不可能。至于小阿萨德，现在全家已经润到了俄罗斯，但他宣布放弃了总统位置，所以阿萨德政权可以说是真正的完蛋。至于中国又输透了吗？其实这一局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因为中国只会跟最后的赢家来进行经济上的合作。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现在阿萨德政权已经倒了，叙利亚自由了吗？不知道，但是总理愿意跟民选阶层领导合作。阿萨德已经坐了飞机绕跑了，青绿色这个土耳其，黄色不得主，白色一大块是这一次的沙姆解放阵线 HTS， 事实上就是要解放黎凡特阵线，因为叙利亚被认为是古黎凡特的核心地区红色这块呢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也是阿萨德政权剩下少数的地区。绿色这块坦夫山区，这个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这里组了一小股大概300到500人的小部队，据称是当地自治，但是此地无银300两。紫色的这块是南部的叛军，这个叛军是亲以色列的，他们就是所谓的马龙派。你说按下不是有很多大量的空白地带吗？那个就是属于势力不明或者是沙漠地带，还有一定程度的 IS 伊斯兰国也在这一带活动当中。那原本的叙利亚国际政府阿萨德政权大概可以掌控的区域，那这阿萨德他是第2代，所以我们一般把他称之为小阿萨德，所以跟他爸爸老阿萨德最大的差别是狠。老阿萨德就是以铁腕统治主打一个狠，该杀就杀，该关就关，他连对他的兄弟都很狠，非常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他的大儿子巴塞勒阿萨德，据说他爸爸真的喜欢这个老大，喜欢的不得了，因为阿萨德家族在奋斗的时候，他的儿子很早慧，常常作为他的参谋，就跟着爸爸打天下，人狠话不多，该开枪了就开枪，该杀人就杀人，又长得跟自己像，所以小阿萨德完全就没有他哥哥的风范，他就以软著称。但是大儿子车祸意外早死，所以他爸爸最后只好把位置就传给老二巴夏尔阿萨德。但叙利亚那个国家的状况，哪怕是手腕非常强悍的，懂得怎么玩博弈平衡的老阿萨德在平衡整个中东局势的时候，都显得有一定程度的吃力更何况是根本就没受过专业拳术训练的医生贵公子小阿萨德，所以尴尬就形成了整个阿萨德政权问题的基础，也就是这是一个不是强人领导，但他需要强人领导的一个政权。再来，叙利亚另外一个问题是民族问题，整个阿萨德家族所占的叫做阿拉维派，他在什叶派里面都算是异端不过后来伊朗把他给拉
拉进来了，基本上他现在就是属于什叶派了。阿拉维派呢，总人口在整个叙利亚大概率就占了18%左右，哪怕就是在大马士革，阿拉维派人口都还不占到多数啊。一个人口只有18%的民族要统治整个国家，那是非常困难的。阿拉维派的问题就在这里，它的根基非常的薄弱，所以这个国家你要怎么搞？老阿萨德还可以通过镇压、收买、权术平衡、部分公共事务开放参政，然后用自己人来担任亲卫队的方式。整个军队里面有95%是由阿拉维派来组成的，基本上把叙利亚控制得非常好。可是呢，传到小阿萨德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了。小阿萨德没有能力搞这些权术平衡，所以他有一个第4坦克师，这个第4坦克师就由他的亲弟弟来担任总指挥，基本上整个部队都是他家族的人在控制哦，也只能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大部分他有2支主力部队，一支是第4坦克师，另外一个叫老虎团，这个是属于外强援，这个不是他们家族的人。不管这2支再怎么强，他所有的守备部队战力都是极其低下，再加上叙利亚的主要产油区在这里，这是库德人的啊，不要是老美啊，所以叙利亚变成有钱的地方了，没有钱可以拿。然后最大的大城市呢，还不是大马士革，是北边阿勒颇。那这个阿勒颇人口几乎都是逊尼派，所以叙利亚政府统治这里其实非常的弱势。那叛军就聚集在旁边伊德利卜的小镇里面，这里有山有田有河谷，很难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阿勒颇战役这个叙利亚会掉得这么之快啊。那原本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快要把整个伊德利卜地区给停推掉了，可是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土耳其介入，把叙利亚军给打下去。叙利亚军当时背后是有俄军跟伊朗的势力在后面做支撑，但是呢，就算这样也没办法直接跟土耳其硬刚。虽然土耳其确实也是损失蛮大的哦，最后双方坐下来谈，他不再进攻伊德利卜地区，那阿勒颇呢，一样是由阿萨德政权继续进行的统治。那问题就来了，在2020年的时候，叙利亚全境有50万的部队，依照叙利亚的人口啊，50万部队基本上是承受不住的。叙利亚本来就穷嘛，打仗更是打到一塌糊涂，的商业税一度高达60%啊，这是一个几乎接近破产的国家。而且更惨的是，除了以阿拉维派为主的中央军之外，在各地方的守备部队大多数都是逊尼派组成，而这些逊尼派也不是不愿意帮阿萨德打仗，那你总得给钱吧？但叙利亚没钱啊，而且阿萨德政府呢，因为长期的家族统治啊，他很多的亲族都占据了整个叙利亚各个部分的高位，所以阿萨德政权有一个很严重的顽疾贪腐。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阿萨德的太太阿斯玛阿萨德这个人呢是有爱心没有错，跟着国际红十字会做公益啊，可是问题个人奢华成风，喜欢去巴黎、伦敦刷脸，跟上流社会结交，一副呢觉得自己是欧洲人。问题就是你的夫人这么的奢华，你下面这些亲族会好到哪里去？所以阿萨德政权对比老阿萨德时代，那就差了非常多了。你想想看，巴夏阿萨德他就是个笔杆子，他不会拿枪啊，他跟他哥哥完全不一样。而且他哥哥当时做卫队司令就以肃贪闻名，所以他哥哥还在的时候，基本上阿萨德家族的统治至少还可以维持基本的水准在，而且相对世俗化。可是当强人倒下，利益没有办法各派分配的时候，自然而然你的利益就会不断向你的家族去集中嘛，你的政权变成一种癌症式的贪腐，所以小阿萨德政权呢就变得非常的不稳定。而且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崛起，教派又再次压垮了民族主义啊，所以原本在叙利亚里面高举民族主义的阿萨德家族正当性就不见了，然后阿萨德更加抱紧伊朗这条大腿，但伊朗与其说为大腿，它大概是上臂，所以越抱越小，就一直不断的往下内缩。阿拉伯之春它之所以没有倒，最主要的原因是除了伊朗强制输血之外，另外一个超级强权就是俄罗斯的介入。俄罗斯虽然经济不行，但打仗特别凶狠啊，所以俄军也在这边打了很久，这个就是它的关键问题。然后更惨就是说2020年呢，跟土耳其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呢，接下来4年里面，阿萨德在大裁军报复政敌啊，所以主要跟他打了沙姆解放组织，又叫黎凡特解放组织，他的领导人是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哦，他早年打的是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的身份出来，一段时间去投靠了 IS， 后来背叛 IS 又自立门户，所以他一直都不算是
是很强大。一直到叙利亚内战打到最高潮的时候，因为土耳其出来喊停，各路的极端组织还有各路的反阿萨德的游击队就大量的集中到了伊德利卜省。那为什么土耳其要出来喊停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一旦这些反抗组织游击队被阿萨德借着俄罗斯跟伊朗给压下去之后，基本上下一步就会对付还占据着北方国土的土耳其来开刀。另外，这个沙姆解放阵线，他们当时很多人跑到这里的时候是西家带口跑来的。这个伊德利卜省呢，原本人口不足100万，结果这一盘恐怖组织啊跑来之后，人口膨胀到150万以上，甚至有更高的估计啊。那要是伊德利卜真的被G21还有真主党的联军给荡平之后，那当然就是跑土耳其啊。所以土耳其虽然知道他们是极端组织但还是硬着头皮给他们输血。顶住之后呢，这个和平协议一签，基本上伊德利卜就稳下来了。双方呢就划定了一条分界线，互不侵犯。一边呢，阿萨德政权在大裁军，然后各种之前答应的，尤其给非阿拉维派的地方军队这些军饷，通通扣减，因为他说他没钱了。另外一边，伊德利卜杯无规则格斗大赛开启，各路的恐怖分子呢就开始了一场非常血腥的斗争。首先，一些比较世俗派不够激进的，通通都被干掉了。所以当时没把它消灭，反而呢造就了一个伊德利卜阳谷罐但是呢是以阿拉的名义在互相火拼那这个朱拉尼蛮聪明的，他发现不可以跟各组织之间玩正面火拼，所以他就改用了另外的招式。正面呢专打游击战，后面有汽车炸弹、自杀炸弹、暗杀、绑架，就把所有的派系呢通通干掉了。所以他就变成在伊德利卜省唯一独大的存在。然后呢，因为他实在太极端了，他极端到被美国给制裁了。那随着整个伊德利卜都被他统治住了嘛，他就把大部分的部队都并到自己的旗下，他就用一个新的面貌来面对大家，变成沙姆解放阵线。不过他就开始展现一些人道关怀，毕竟总要笼络人心嘛。然后后面呢，土耳其就发现说，这个家伙还是有点世俗化的一个成分也没那么极端嘛，所以就跟他更多的合作。另外，从伊德利卜走主要的公路是可以直奔拉塔基亚俄罗斯的海军基地所以呢，作为牵制俄罗斯的部分呢，美国人名义上还是把他当恐怖分子，实际上 CIA 送枪送炮送训练各种招式。所以从2020年之后，他的实力就逐步的在增长，事情就慢慢发生了质变土耳其就看到契机。2022年开始，尤其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初，俄乌战场上的打法已经从二战时期大开大合的打法，已经变成现代性的打法，也就是战场整合数位化。所以乌克兰就派出了大量的教官到了伊德利卜去训练沙姆解放阵线。那谁出了钱呢？我们的埃尔段土耳其总统艾苏丹你沙姆解放阵线去打叙利亚正规军，我所扶植的叙利亚国民军就不断的开疆辟土，他就趁机大幅的扩散了他的领土。因为土耳其仆从军战力很差，所以打到这个状况，基本上叙利亚的部队在战术层级上完全无法应对沙姆解放阵线所给予的查打一体无人机、自杀式无人机、侦察无人机传输链的这种打法，彻底把整个叙利亚国防军的士气给打崩盘了。惨到最后有2000人跑到伊拉克让伊拉克庇护，剩下几乎军装脱下换装民装全部绕跑到阿塔基亚省寻求俄罗斯的庇护。所以为什么12天被打崩很大的原因就是当沙姆解放阵线呢打了阿勒颇，发现2天就把一个300万人口的大城打崩了，他就一路往南打，先打下哈马镇，再打下霍姆斯。这时候呢，以色列附庸部队基督教马龙派的叛军也往北去打首都大马士革，然后叛军往南打，一路往前挺进。同一时间，叙利亚的库德族也越过了幼发拉底河，全面的往阿萨德这边来打。美国这边也扩散了一部分的力量出来，还有第6派 IS 也动了，所以总共是6派合一围攻光明顶。我就问，请问俄罗斯跟伊朗要怎么救？12天，一个54年的政权，2代人就这样崩解了。但是问题还是出在内政。叙利亚内战在2020年的最后，其实有很多军阀事实上是倒向了阿萨德，结果阿萨德最后都不给人家钱，也不给人家地，什么都没有。所以小阿萨德崩溃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 hold 不住古有明训任何的势力呢，他在最后土崩瓦解的都是民心已失，他才会变成这么的悲惨。当然这次的大获全胜者就是土耳其，伊朗是彻底输麻了。俄罗斯现在尴尬，
如果要死守，我认为俄罗斯是守得住，但是还要补充力量。可是现在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俄乌之战已经进入到了最后时刻，要开始要收官了，要在川普上来之前尽可能的多占一点领地。所以土耳其在战争打到中间的时候，毫不掩饰的直接讲，我支持沙姆解放阵线。更厉害的是，直接把土耳其国旗挂在阿勒颇城上。所以这一场战争，以色列跟美国的角色相对平淡。更好玩的是，土耳其趁俄罗斯在俄乌之战收官阶段，伊朗最近政情不稳的状况的阶段，把叙利亚并吞的一种挑战，打了一张牌出来，王炸。那接下来就看俄罗斯跟伊朗接不接得住。俄罗斯、伊朗要接得住，第一怕就是阿萨德政权不能崩溃。阿萨德政权一崩溃，俄罗斯、伊朗再有通天之力也接不住。但看起来结果就是阿萨德政权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崩溃。所以美国跟以色列也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你看，几乎叛军都已经快打到大马士革了，美国、以色列才赶快让他的仆从赶快出来抢占地盘，去攻进了大马士革的城郊。但是他打到南郊的时候，沙姆解放阵线的力量已经到了大马士革，所以现在大马士革刚好是各路养蛊军也在这边，南方叛军跟北方叛军啊，现在坐下来准备要来谈。所以暂时沙姆解放阵线也宣布，他们会好好的治理，不会用武力来镇压没有走的官员。比如说阿萨德政权呢，留下来收拾烂摊子的总理，他是宣布会和平转交政权。沙姆解放阵线也没有杀他，南边的马龙派叛军也没有杀他，大家呢就在等怎么切这个蛋糕，所以呢要先等他们把鸿门宴给开完鸿门宴，我们才会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但这个鸿门宴又很复杂，毕竟俄罗斯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而且俄罗斯在这边是真实的驻军的，所以这个小小地方非常热闹。叙利亚大概2300万，土地面积18万平方公里。但是其实现在人口也没有多，因为很多都跑了，你就知道为什么叙利亚是整个欧洲地区最大量的难民源头地之一啊！这地方都变这样了，叙利亚人还住得下去吗？没办法住，你知道吗？他不住，他是住不了。我个人猜测，最后结果是这样：首先，土耳其也不会让美国独占鳌头，那也不愿意跟俄国全面扯坏关系，也就是说会让俄国保留他的军事的利益在这边。然后伊朗只好把他的马龙派军队一部分撤到伊拉克，另外一部分暂时跟俄国做结盟。其实俄伊之间的结盟现在也非常明显，因为他们要签全面战略伙伴协议了，所以会加速俄国跟伊朗的结盟。他们大概率会继续守着海岸线。土耳其呢不需要海岸线，因为他本来自己就有海岸线，他来这边就是来占土地的。那下一波的冲突可能会是在土耳其跟库德族之间，因为这一块库德族实在发展的太好了，但土耳其也不敢跟这块库德族全面开战，毕竟这块库德族的背后呢是老美啊，这老美在这边搞事，那你也没辙，所以大概率土耳其会小规模的跟库德族继续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跟交战，然后新上来的沙姆解放阵线大概率会变成实际上的中央政府，但是不被联合国所承认，因为俄罗斯是绝对不会承认它的。短期之内对真主党来讲会有点难受，因为补给线就没办法从陆路上来，必须透过海上走私进来，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各方的利益要重新做到一个平衡点，才有办法重新真正的势力团结，所以接下来会非常动荡。而这个动荡对全世界的影响是，俄罗斯会加速对乌克兰用兵，因为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兵可以用的。另外，中东的乱局再次呈现整个欧亚大陆整合进程的拖慢，它相当于是一种力量的反动啦，也就是土耳其在全世界上的存在感也会上升，但土耳其有一个严重的短板，经济太差，所以土耳其也没有办法长期的这样玩下去，所以接下来叙利亚风暴会让川普上来的初期更加的难以快速的搞定全球的动荡。有人就会再去猜测说，那背后不就是拜登要的吗？把世界搞得越乱，川普越难收拾，不是更好吗？美国被困在中东困局更深，那对于中国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表面上看不太好，因为才跟叙利亚阿萨德加强合作关系，他就挂了。但中程来看呢，有空间，因为美国陷入叙利亚事务越深其实中国对于美国的压力就有更长的调试期。长期来讲这个毒瘤现在不爆以后也要炸，所以就这样来说的话呢，叙利亚问题还是必须要处理所以长期来看，对整个欧亚进程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叙利亚这种非常混乱的局势你不把它弄爆，它就没办法搞定那叙利亚就真正的亡国不管是沙姆解放组织，不管是库德族，不管是基督教马龙派，或者是土耳其的叙利亚国民军，这些仆从军基本上都是外国代理的延伸。叙利亚这个国家只剩其可，图存其名，短期内要再重建成
成一个真正的国家，大概是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叙利亚的状况会动荡一段时间不过我觉得因为叙利亚也打了很久，人民是非常厌战的，所以叙利亚大概率就会形成一种社会普遍厌战，各派系之间呢三不五时有一些小摩擦，但是大家透过瓜分叙利亚来得到各种利益的满足所以叙利亚就会成为各方势力的鱼肉，就看各派怎么谈判。所以它所引发的国际的风暴的混乱主要是彻底的打乱了原本已经在推进的中东和平进程也就是说大家事实上只是在等川普上来要结束以巴战争，那目前看起来又多了一个叙利亚要处理所以这个中东和平进程又要拖慢，这个拖慢我想世界会很混乱